苹果秋季发布会邀请函来了，加州当地时间14号的早上10点，换算到国内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15号凌晨1点，这个将是多少个科技爱好者和工作者的不眠之夜。当然了，我早就把护肝片给准备好了，不拍了，录不下去了。苹果这次的邀请函里面有很多的重要信息，那我们在这里就和大家一一的解析和探讨。首先，我们从它的这个英文标题开始 ，California Streaming， 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加州直播。但这标题真的就只是这样吗？这可是苹果。一提到 streaming， 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Apple TV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今年苹果已经更新过一次 Apple TV 了。作为一个好几年才更新一次的产品，这个可能性似乎就不大了。不过，说不定苹果是打算为 Apple TV Plus 推出一些新的服务呢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网上也有另外一种解析，说 streaming 正是对应了 iPhone 13支持卫星通讯这个功能。如果在野外没有信号覆盖的地方，那就可以通过卫星通讯来把信息传给你的紧急联系人。虽然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很酷啊，但是在今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把它实现，我觉得概率好像也不高。不过这可是苹果，谁知道呢？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和音乐的 streaming 有关。California Streaming 可能暗指的是老歌 California Dreaming。这首歌在滚石杂志最伟大的500首音乐当中排名第89位。它的歌词表达了在寒冷冬天对于加州温暖气候的向往，而且这首歌也在王家卫的电影《重庆森林》中反复多次出现过。而我们都知道，在这次发布会上，苹果有很大的概率将推出 AirPods 3。有网友已经发现，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声音的左右平移，这暗示 AirPods 3可能将具备空间音频的功能。我觉得这个概率倒是蛮大的，因为毕竟在 AirPods Pro 和 AirPods Max 上已经实现了空间音频，那这次它既然推出一个新的 AirPods 3，把这个功能下放到 AirPods 当中也是比较合理的。聊完了标题，我们再来看这个超级酷炫的邀请函彩蛋。当你通过 iPhone 上 Safari 的浏览器点击这个邀请函的时候，会跳转到一个 AR 界面，在你的相机世界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和邀请函上一样闪着蓝光的苹果 logo。这是不是暗示着 iPhone 13将会有新的颜色配色？不过呢，在 iPhone 12上已经有海蓝色了，所以这次是不是苹果想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蓝色呢？那让我们逐渐走进这个苹果的 logo， 我们就能从这个苹果的 logo 看到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对于这一幕，很多网友觉得这个景色很像 MacBook 的壁纸，那是不是说在发布会上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 MacBook 呢？对于这个推测，我是持有保留意见的，因为我之前在视频里也提到过，苹果在今年下半年会开多场发布会。那在这次发布会当中 ，iPhone 13其实已经足够重磅了，他们也没必要把和同样重磅的 MacBook 放在一起来发布。那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大，我们也能够渐渐看到漂浮在湖面上的发布日期。当然了，根据你所在的地区不同，能够看到9月14或者9月15号这两个不同的时间。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息屏显示板上钉钉了，那么也印证了之前120赫兹还有 LTPO 显示屏的传言。这也是我今年对于 iPhone 13最期待的一个更新。对于这个画面，其实网上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解读，那就是说 iPhone 将加入星空摄影模式。当你把 iPhone 的相机对准夜空，能够看到星星或者月亮的时候，星空摄影模式将被触发，手机呢将对应的调整曝光来呈现最好的拍摄效果。这个推测我觉得其实也是挺有可能的。甚至我们再过度解读一下，有没有可能今年苹果的 One More Thing 会是苹果的 VR 设备，甚至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Apple Glasses 苹果眼镜。我当然知道这次苹果这个邀请函实现的技术是 AR， 但是有没有可能它其实也在暗示我们苹果隐藏的大招 VR。我还记得我之前在试戴 Oculus Quest 2的时候 ，VR 技术给我带来的震撼。有没有可能这个邀请函正在暗示我们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这个 One More Thing 的技术可以让我们随时都到达另外一个世界呢？比如邀请函里的这个加州户外，不也是另外一种 California Streaming 加州直播吗？以上就是我对这次苹果邀请函的一些解析。那这次秋季发布会我们到底能看到些什么产品呢？从我目前收集到的信息来看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是 iPhone 13和AirPods 3，以及很有可能延迟出货但依然能在发布会上见到的 Apple Watch 7。如果大家想看这些产品的具体爆料，欢迎移步到下面的视频链接点击观看。我是小天，一个普通的消费者、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